伊朗也把话说白了，他说全军已经进入到了100%备战状态，美国只要一出手，会立刻的全面做反击。美国启动这一次这个撤侨计划，不排除这个美军会不会对伊朗又重启战事。所有的这种费用、机票钱这个美军全部豁免，由国务院来出这个钱，那后面代表的含义就比较严重了。美军在这个同时它3艘航母继续向中东地区来做集结，那不免让我们会觉得说，川普有没有可能这个又重施故技？现在要发生大事情了吗？另外一场战争吗？美军在紧要关头紧急撤侨逃奔到第三国，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现在也在积极备战，亮出了他的飞弹，美伊同时进入战前节奏。今天赶快来做关心。今天早晨收到的最新消息，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美军启动了这个中东撤侨计划，可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动作。那也是被视为是一个启动历史级别的一个计划。现在全面的是动员包机之外，还有地面的运输系统，并且主动会协调帮助在当地的民众来订票转运到第三国，而且呢，所有的差旅费是全面都是豁免的，被视为是不是现在准备要进入战争了呢？同一时间，伊朗也把话说白了，他说全军已经进入到了100%备战状态，美国只要一出手，会立刻的全面做反击。而在美伊休兵之际，伊朗则是重新整理了他的战力，也积极的在备战。最新画面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民众这一次呢，特别聚集在了他们的首都德黑兰的广场，上演的是国家动员的计划。那这一场游行叫做展现国家力量大游行，公开向美国展示了2个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大杀器，包括了卡德尔跟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的飞弹。卡德尔的这个小档案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射程超过了1000公里，可以搭载多弹头，具有抗干扰的能力。关键是包括了伊朗自己都承认，在今年3月已经用这款飞弹攻击了美军的驱逐舰。另外一款来看到是霍拉姆沙赫尔4，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几乎包含了整个中东地区。他说，15分钟内是可以直捣以色列的，末端速度高达了14马赫，具备多目标的一个打击能力。那么伊朗还有其他的不对称战力，他说他也准备好了。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革命卫队，它下面的这个蚊子舰队蚊子舰队全面待命之外，还包括了它有它的这个用高速的快艇、无人机跟岸基飞弹，专门要打的就是这一些航母跟军舰。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他说速度的部分的快艇的速度甚至是可以飙到100节，大约达到185公里的进行饱和攻击。五角大厦更是做了一个评估，说他们认为呢，其实美方低估了这个伊朗它现在目前拥有的战力，包括其实它还拥有数千枚的飞弹跟无人机的库存，是可以直接威胁中东的美军跟盟友的基地的。另一方面，荷姆兹海峡现在不是持续的被封锁吗？但是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其实得花至少6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是在伊朗没有干扰之下，才可能完成在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扫雷动作。美国突然间启动的这个撤侨计划，真的是吓了大家一大跳，当然也同时影响了全球的股市，在今天早上有所发酵难道是真的要准备备战了吗？另外就是看到伊朗的战力的部分，蚊子舰队还有各种的飞弹、无人机、岸基飞弹都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战力如何？双方会如何交火呢？厉将军怎么看？确实，美国启动这一次这个撤侨计划不排除这个美军会不会对伊朗又重启战事那为什么我这样研判呢？我觉得这次撤侨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伊朗又重新开放了这个空中，又重新开放空中，因为之前在打仗的那段时间伊朗它的空中是封锁的，所以很多的客机没办法从伊朗起飞那个时候在伊朗这个本土有很多美国的侨民，那是不是那时候他们跑不掉那现在来讲的话，伊朗认为说是在停战时间，他又解除空中的封锁，所以说这时候民航机可以飞的状况之下，那美国要赶快把它从伊朗地区的侨民撤出来。其实美军从中东地区撤侨，其实在开战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撤了。2月28号那时候，包括到这个除了海湾国家沙特，还有甚至连埃及，那时候他都已经有在撤侨。
但是很多的民众不认为说这个战争会打到他头上，所以说并没有很紧急。可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他这次特别不一样的是，所有的这种费用、机票钱这个美军全部豁免，由国务院来出这个钱。那后面代表的含义就比较严重了。我们看到当然川普有讲说，这个时候停战的时间，他要停到伊朗自己内部提出一个这种这个温和派跟鹰派两派都提出一个他们都能够共同接受的和谈计划以后，他才要开始谈。所以他说这个停战的时间并没有时间表，什么时候他们谈出来，他们自己内部里面谈出来，我们再开始来谈。似乎好像这个停战时间会拖得很长。这个伊朗如果里面没有提出一个和平方案，那美国就不谈了。那不谈是不是就继续停战？可是这个美军在这个同时他3艘航母继续向中东地区来做集结，除了说是福特号现在要重新回到红海。这个林肯号这个已经是在这个阿曼湾外海，另外布希号也正在赶向这个波斯湾的途中。除此之外，迪里波里号还有全斯号也都正赶向这个中东地区的路上那不免让我们会觉得说，川普有没有可能这个又重施故技？因为川普经常做这种事情他经常这个表面上面跟你讲一套，就像是开战那天2月26号，双方还在日内瓦谈出一个框架出来，就没想到2月28号就开打了，这个而且是用偷袭的方式，这个以色列打美国就跟着下场。那这次会不会又是这样？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兵不厌诈。那川普尤其是这种是根本就是这个毫无信用的人，他讲的话经常随意而讲，他每天今天想的怎么样，明天可能又改变了，包括他自己都没办法说服他自己。那到底这个停战会停多久？我们不敢这个去推测。可是如果说就美国军方的立场，他现在赶紧来做撤侨，是不是他们也做好说这个万一川普这个在停战甚至还没有结束之前，又要对伊朗发动攻击，那这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这个大概伊朗用他的我们看到所谓蚊子舰队啦，或这些快艇持续封锁荷姆兹海峡。那包括到英国的一艘货轮也遭受到攻击。那美国会不会说我已经封锁你，你又封锁？那为了这个状况之下，他会不会持续开战？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就算是第2轮要重启谈判，我觉得谈判要谈出一个结果可能性也不大了不管是和这个浓缩铀的问题或者是开放核武的问题，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双方的所开出来的条件还是南辕北辙。那在这种状况下，川普会不会重施故技，又开始这个用军事施压、极力施压的手段来想要驱迫伊朗来屈服？所以会不会再过2天或者是1-2个礼拜，美军将他自己的弹药又准备充足之后，他的航母舰队又到之后，又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这个我想这些都不能排除这些的可能性。好，所以双方现在看起来，其实这个军力上面是蓄势待发，是不是会准备要开战呢？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有很多种可能性，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有一些还是困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的侨民，因为他们离不开有很多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是因为他的经济的财务状况，他离不开，所以他们一直打电话给美国的国务院说：你今天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那你让我们被困在这个地方，那我现在的手头上不方便，我也没钱，那我没有办法去买那么昂贵的机票，我离开这个地方，那你们要帮我来处理。所以这也有可能是一方面，就是美国的国务院他们也经过呈报以后，那决定由国家来负担，那就把这个中东地区所界定为紧急危险的地区，然后困在现在这里边的美国的侨民还出不去的，那你跟美国的政府借钱的话就不用还了。那也就是说，之前你先走的，那你就自己认了。有17000多人。17000多的美国的公民，之前就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第一时间听到消息就走的人，那这些人是自己自费的。那现在的情况是没有走的人，他们现在要求美国的国务院要负责他的问题。那对美国国务院来讲要怎么办？那所以他就宣布说，那你离开的话，我们可以给你钱，因为并不是美国的军机到这个地方来把人接走，不是美国的军舰到这个地方来把人接走，是你可以向美国政府借钱，
但是这个钱你可以不用还，但是你还是要自己包机或者是自己搭机，你离开这个地区，你到周边的国家，再从周边国家走。但是由于美国的国务院这次的公布的，让大家觉得很不着边际的地方在于，他只宣布一个中东地区，可是你到底讲的是哪一个国家？因为事实上，也就是说，不管你沙特现在难道对外都不能航行了吗？没有啊。阿联酋难道都对外不能航行了吗？也没有啊。科威特都还有另外的通道啊。换言之，也就是说，只要不飞越这个伊朗的上空、领土上空的，因为伊朗是它所谓的关闭空域，是说你不能够飞过我领土的上空。可是周边的国家它还是有别的地方可以飞，有别的国际航线可以飞，它不用经过伊朗的领土上空。所以美国的国务院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因此，大家要看的是你的具体的措施。不过，它已经造成很多人的推敲，说，是不是要局部性的地面战准备要开打了？大家就有这个一个压力了，就是说，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大家都回想起2月27号，当时美国宣布说要撤侨的时候，28号就开打了。对，所以大家就开始不免去判断说，那是不是准备要地面战了？所以你要赶快说公家来负担，你也赶快离开，因为避免地面战一旦开打以后，美国更多的侨民困在中东地区的受到伤害，那到时候这个账都要算到川普身上。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为了川普为了逼伊朗来谈判。那也就是说，我准备要开打了，我是真的要开打哦！你不要认为我不开打哦，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弱鸡，把我当成一个 taco，我是真的要打了，所以我开始进行撤侨了。你看我钱都付了，那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的。好，各种可能性都存在。那当然了，不管怎么样，这个伊朗已经积极在备战了。刚刚我们特别讲了嘛，这个人民呢，他们聚集在德黑兰的广场。放出展示他们的这个卡德尔还有霍拉姆沙赫尔4的导弹之外，刚刚还有看到蚊子舰队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说呢，包括了这个伊朗的战力已经回归到战前的70%了。接下来真的吗？伊朗具备这些，比如说比较远程的打击能力呢？那美军它的基地还安全吗？那老师又怎么看？伊朗透过这次展示，它经过这样子的一个40多天跟美国相互的攻击摧毁了美国在海湾地区国家的一些军事基地之后，进行到和谈期间，双方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上谈判桌。但这个时候呢，它展现它飞弹的数量跟种类跟特别刚才思敏介绍过的几款的飞弹。第一个当然是在对国内的人民的士气的鼓舞，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伊朗超过起码2万个以上的目标被攻击，那包含军事，也包含民生，甚至一些桥梁。然后呢，超过2000多人死亡，以及数万人受伤，经济受困，然后货币不断的飙高，同时网络大概都还是停滞的，一直到这2天才开始国内的航班，伊朗国内的航班开始在恢复所以是有一些恢复的状况，要鼓舞士气，而且当然要准备可能美国再发动攻击的回应。那当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它还真的有这么多飞弹吗？以色列老早在上个礼拜，以色列方面就公布，伊朗至少还有超过1000枚以上可以攻击到以色列的重型跟关键的飞弹，而在前天，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他的那个局长要到众议院的军事情报委员会去作证之前，先提供的书面资料里面就指出，他说，尽管伊朗的作战能力因前就提出书面报告下降，但是该国仍保有数千枚飞弹跟单向攻击的无人机，数千枚飞弹，足以威胁美国和盟友在这个区域的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伊朗它拥有的飞弹，不敢说70%，但是要因应如果美国再发动一次类似的轰炸，它的回应，我觉得应该是够。但如果美国要进行地面或者是桥梁的攻击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打一场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它的飞弹的数目够不够品质够不够？那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等到真正战争发生才能得到的一个解答。不过美国看起来我觉得其实5月1号，因为总统发动战争60天，到5月1号就到期。它虽然可以再延长30天，
但是呢，他必须要跟国会去做互动。现在国会虽然还是共和党是多数，但是也有许多共和党员不选的共和党员决定不支持他延长这个军队使用的期限。所以呢，我觉得5月1号之前可能会是个时间点，而5月1号之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高吗？这个真是一个大哉问。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呢，他终于是不演了，承认了，说了什么呢？承认他想要夺取伊朗的石油啊。只不过伊朗这块硬骨头呢，比他当初想的还要更硬，所以不是那么好啃下去。那导致现在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了。那川普也承认呢，他确实有一些错估了伊朗的一些情势哦。奈何啊，这个石油真的太香了，川普还是受不了，就是想要夺取伊朗的石油。所以呢，现在正在部署的就可能是我们之后会看到的这个派兵来出阵的地面战，因为想要点名抢占哈格岛这一座承载了伊朗90%石油出口的一个经济命门哦。那在今年2026年的年初，我们看到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就是直接深入到你的领地去绑架你的总统，然后接着控制国家的石油。那么对伊朗也会要如法炮制吗？我们来看一下，哈格岛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处理哦，因为它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军对它虎视眈眈。那一直以来，美国都很擅长用这个所谓的政权斩首加上经济控制的这样的组合拳。那最近呢，美国就调来了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也好啦，还有包括了空降师等等，就是在酝酿一个夺岛的石油战。不过伊朗也不傻，他肯定会知道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美国想要夺岛，并且打通这个海峡通行。如果这条任督二脉真的被他打通的话，会被美国之后呢胆子就变得更大了，因为反正我夺下了伊朗的石油，我可以用敌人卖油的钱继续养我美军现在庞大的一个军需费。这个是不是现在川普心里想着一个最棒的剧本？我们先请教大圈委员。对啊，对川普来讲哦，他眼中会让他闪闪发光的，不外乎是这2样东西嘛。第一个就是钱哦，所以想尽办法从世界各国来扒皮哦，来压榨，那么希望收进更多的钱。然后第二个呢，他特别爱的哦，就是石油。你不觉得川普对石油有一种那种莫名的那种痴狂吗？对，所以你听到川普在讲的，他反对这个有全球暖化的概念，他主张就是要挖油。他曾经说过 drill， 就是要大家继续挖更多的油出来哦。所以川普这个人对于石油有这种莫名的痴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有他自己的盘算。所以外界其实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场的这个伊朗战争，川普真正要拿的是什么？川普真正要拿的是石油。他从委内瑞拉那边拿到了委内瑞拉的石油，接下来他如果再掌控了伊朗的石油，然后呢，他下一步如果再裂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切断了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石油的往来，那么他就彻底的孤立了中国。对川普来讲，他这盘大棋真正最后的目标是中国，只是他现在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他在现阶段没有办法打倒中国，所以他用了各种办法让中国大陆能够放松戒心，然后他一刀一刀的切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外援哦。但是这样的盘算是不是能够做得到？我是高度的存疑啊。那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哈格岛。这哈格岛不是这么容易拿下来的，就拿下哈格岛就拿下伊朗的石油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不是啊，哈格岛是一个主要的石油的出口的港口，没错，它不是在那个岛上产了全伊朗的石油，这是完全是2件事哦。你现在拿下了哈格岛，顶多把那里头储油槽的油这个收刮殆尽。可是真正伊朗产石油的不在那个岛上，还是在内陆里。所以如果你不打地面战争，你不全面占领伊朗，你怎么可能拿下伊朗的石油呢？然后第二个，你现在要打哈格岛这么好打吗？就原本川普在那边这个兴高采烈告诉大家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的优势哦，所以轰炸了哈格岛。然后呢，他还在讲哦，他说他没有炸那个石油的设施，但是他把机场的跑道给炸断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蠢的事情哦。你看到那个美国的这些前 CIA 或者是美国前的这些军事官员在网络视频上怎么讲？他说再笨也不用去炸那个跑道啊，因为伊朗已经没有空军了，你炸这个跑道只是接下来你的补给会有困难。如果你真的要拿下哈格岛，你 C 这个17根本没有办法降落，你必须要用 C13洞比较短的跑道来降落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好，我现在派部队进去，你派部队从哪进呢？从赫姆兹海峡吗？那你就当靶子被打。那你要绕过赫姆兹海峡从地面走，那你就要经过这个波斯湾国家哦。波斯湾这些国家敢不敢让你的部队经过他们？
就是现在伊朗已经扬言了，就是如果一旦大家要鱼死网破，波斯湾国家最恐怖的2个重要的命脉，一个是它的石油生产设施，另外一个是它的海水淡化厂哦。那么波斯湾国家如果真的要敢跟伊朗来鱼死网破的话，那么他们马上就要受到严重的打击了。对，那我们退一万步讲，好了，你真的占领了哈格岛，那又怎样？你没有荷姆兹海峡，你占了哈格岛，你能出得来吗？你占了哈格岛，这个哈格岛离伊朗的本土是非常近的，所以你占了哈格岛，你的这些部队就像现在伊朗的这些指挥官讲的嘛，我就要等着烈火把你吞噬掉，我就等着你当靶子进入哈格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当然有很多他天真浪漫的想法哦，但是如果真的要付诸实现哦，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了。是。好，大仙委员刚刚帮我们分析了，确实哦，哈格岛虽然上面是这个石油出口，有非常多掌握伊朗经济命脉，但是刚刚的分析指出，美国拿下哈格岛呢，后续还有非常多，不管是防守也好，打通海峡也好，真的还有很多的难关要做。那伊朗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面对现在来者不善的美军拦止哈格岛的这个意图愈发的浓烈。伊朗的武装部队也表示呢，波斯湾的鲨鱼啊正在等待美军哦。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冷酷，但背后的军事现实啊也是很残酷。因为五角大厦很头痛啊，不是说不能登陆啊，而是登陆之后你夺岛之后你要怎么活下来啊？因为你就成了靶子嘛。就像委员说的，哈格岛的地形我们都知道非常的易攻，但是难守。那么一旦美军登岛，招呼他的可能就是伊朗的岸基导弹、无人机群、小型快艇这样火力的交织网。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的军事的评论都认为呢，这场登岛作战的风险跟报酬比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你石油的资源固然好，但是美国大兵的命也是很贵的啊。那这可能会成为一场美军一旦投入就变成了一场绞肉机的战役吗？伊朗不怕你来，请君入瓮，欢迎你，赶快来哦！这个行动的关键指标，我们有哪些指标可以看？舰长。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指标，也就是地理的部分啊。我们来看整个伊朗啊，那除了北边这个美军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之外啊，我们看南边其实也是如此。唯一可以登陆的，比较容易的，也就哈尔格岛以及霍姆兹海峡这2个部分。那对于哈尔格岛呢，那其实它不是一帆风顺，一直都是在伊朗手中，从来没有出过事的。其实，在1982年到1986年的这个期间，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朗就曾经将这个哈尔格岛那个沦陷过，也就是伊拉克来占领过这个地方。他来占领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后来就诚如刚刚大邱委员以及主持人所讲到的，其实这是一个易攻难守的一个地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那刚刚讲到被攻击的跑道就是在这一块，然后它储油的地方在这一块，甚至我个人的研判，根本伊朗就开了一个空城计给美军，然后你上来什么都没有。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后续的部队会源源不绝的上到哈尔格岛的时候，然后弹道飞弹、无人机就来了。那个时候你跑都没有地方跑。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美国其实它还没有从过去的这种1991年的这种波湾战争的这种作战形态，也就是精确打击的形态，那个换到现在的这一种无人机或者是这一种弹道飞弹的这种攻击方式。那至于说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呢，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非常多的专家研判呢，其实他们没有想要整个打下来，他只是要这么一块地方，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直布罗陀海峡一样，由北端是由英国来掌握，他们也想美国也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有这么简单吗？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中央司令部为什么要去在轰炸这一块的主要的部分，也就是其实他已经在帮美军开路了，也就是所有的地下工事，他现在都认为他摧毁了，可是通常最糟糕的就是他以为他摧毁了，但是没摧毁。是。那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之前大家在讲的，也就是有关于82的空降师，其实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他有可能在沙烏地，也有可能在这一个伊拉克，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到了。那美军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大打一仗呢？其实有，为什么？因为他的预备队都来了，
他的预备队，也就是全师号的这个2栖待命支队。这个2栖待命支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时间呢，是在3月中旬，它才从圣地亚哥出发。那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算27天到30天左右的时间来看的话，它大概也就在4月中旬会到。但是我们这样子看这个兵力啊，大家看前面有个迪利波里号，但是迪利波里号它带着一艘，也就是新奥尔良号的这个2栖运输舰，可是大家会觉得这样很薄弱啊。那其实后来美国根本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艘啊，就是他们的远征机动基地舰这一艘船。8万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无论是迪利波里号或者是全师号，它也不过才4万5千吨。它在3月23号已经穿越过这个新加坡海峡，进入马六甲海峡了。那如果加上这一艘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两栖打击的一个编队了。那也就是说。这些兵力加一加哦，那其实美国还在做另外一种想象。如果我们来看，周六的这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话啊，他特别告诉我们，他们还想要再派17000名的美军。那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的研判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洋工，其实我只是吓唬。那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美国大兵一出动，吃喝拉撒都非常贵的。他们在1991年波湾战争的时候，最前端可以喝到冰的可口可乐。你想到那一个他们的后勤补给有多沉重？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当他们的大军都已经出动的时候，意思也就是势在必行。川普已经动心起念了。是，好，刚刚舰长帮我们很完整的分析哦。现在看美军的后勤跟他们的动作，确实哦。即便哈格岛投入可能是一场绞肉机，但是川普总统或许认为这场事情已经势在必行。我们节目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现在的最新状况。那么这一场战争现在已经不只是梅夷的对决了，你背后往后看，也是一场宗教圣战乃至地缘政治的暗流涌动。为什么？因为当伊朗的前最高领袖哈米尼逝世之后呢，他的儿子现在是子从父业，也接任最高领袖，就是这位穆吉塔巴。那穆吉塔巴他持续躲在幕后，没有公开现身，但最近他的一封感谢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写给谁的？写给伊拉克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叫做西斯尼塔。他感谢伊拉克人民呢，在对美国还有以色列战争中提供了支持，但是支持是什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都没有讲。但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公开对伊拉克表达感谢，这就有点微妙，因为我们知道伊拉克在名义上是美国是美军的盟友啊，境内甚至还有美军的基地啊。不过当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是伊朗神权政府存亡之际，如果抛出这个信仰号召之下，伊拉克是否会成为伊朗某种程度的大后方补给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封信，还有2位这种什叶派高阶人士的互通有无，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还是说穆吉塔巴此刻把伊拉克给端上台面，他在打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操作跟用意为何？杨老师，我觉得有几个因素了哈。第一个是宗教上，伊朗还是一个神权体制。对，那穆吉塔巴，他一方面是哈梅尼儿子，另外一方面他是中级教士，也就是中等、中级的教士，他并不是应该在伊朗他的规定以及习惯上要成为大阿亚图拉，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最高等的这个教士，你才能有机会被选为最高领袖。哈梅尼其实本来在做伊朗总统的时候，1990年的时候，当何梅尼过去的时候，哈梅尼也不是最高教士，是。那后来是经过一个就是升级之后呢，把他同时升为最高教士。那现在穆吉塔巴不太可能这个时候升了最高教士吧？他才56岁，刚上任，他的经历也很清楚。所以呢，这个去把就是在伊拉克的这一位什叶派的最重要的最高教士，这个西斯塔尼哈，等于是感谢他，因为他等于是认可他、支持他。我觉得这个是在内部统治合法性上哈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这也显示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他现在在内部的治理上，
可能需要在神权跟宗教上需要伊拉克这位最高领袖最高就是教士他的支持，但是也表示说，目前可能神权政府的稳定性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没有那么的严重，只不过是人需要一些合法性而已，代表说他的实际掌控，我觉得已经巩固下来。第二个呢，当然整个伊拉克的人民里面60%是什叶派，对。以前海珊统治的时候，海珊是少数的逊尼派。海珊用威胁，然后呢利诱，然后呢买通，的方式呢去掌控整个大多数60%以上是什叶派的伊拉克人民。他最常用的就是那个 Toyota 的那个 SUV， 就是送，因为整个伊拉克的地形是平的，跟伊朗不一样，伊朗是高山高原，伊拉克都是平的，然后这个沙漠很多，所以那个 Toyota 的那个丰田的 SUV。哇，他就是看着后勤保养便宜啊，看着这个一些部落的领袖，他就送，因此呢，这一招蛮有用的。但是后来被美国抓走了，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所以现在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是美国某种程度的背后操控，但是政府本身呢，其实经常跟美国有唱反调，因为他都是什叶派人，因为他也是选举产生哈。那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也蛮关键的。在伊拉克跟伊朗中间有个库德族，那库德族在伊朗的西部这边有900万，在伊拉克这边大概有1200万，但是彼此之间还不太合，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美国会不会透过库德族对伊朗进行所谓的地面战争或代理战争？是。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伊拉克境内的库德族，伊拉克政府本身有所牵制的话，那这个对于在伊朗境内的900万库德族的这个行动就会有一些影响。了解哈，所以这个虽然库德族在一开始也表态这个老美的战争我们不要去执行，但是现在如果有宗教这些大佬们来出话的话，这两边边界的这些库德族会不会成为之后地面战的一些变数我们也有待持续观察。这个集束飞弹是轰炸了特拉维夫，来自于伊朗的集束飞弹。杜拜机场现在正式的关闭了它的领空，还有数百人紧急的撤离在机场。我们要看到的是波湾现在火烧连天，另一方面，今天也会特别来关注到的是美军派的5000名的精锐部队要直抢荷姆兹岛吗？能源咽喉是否变战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争现在升温到整个波湾地区，现在也沦为战场了。最新情势，我们来赶快关心，是在这个伊朗的火力全开之下，飞弹无人机现在直接延烧到了波斯湾海湾国家的核心，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了之后，火烧非常的旺，气田因此停摆之外，领空也关闭了。现在根据了解，所有的航空全面都已经停飞，而且数百人紧急撤离了当地。这是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画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最新统计，是来自于阿联的国防部，他说已经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298枚弹道飞弹，包括这当中还有15枚的巡弋飞弹，1600多架的无人机，一共是造成了6死142伤的惨剧。以色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总共是发射了300枚的弹道飞弹，而当中被发现有一半是搭载今天我们会特别来深入聊的这一种集束炸弹的弹头，直轰的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来自于美联社特别就这种集束炸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这种炸弹的弹头里面通常是装有数小颗的这种小型炸弹的，会在高空中直接分裂，一次就会释放成多枚的子炸弹，而每一枚的子炸弹又有达到数公斤的炸弹，涵盖范围达到10公里，等于是你一炸下去，整片区域就是
无差别的一起做轰炸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这边的最新的军情。意大利军方也说了，现在位在科威特驻有意大利跟美国的2国空军基地，最新传出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这一款极速飞弹，现在直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代表铁穹也开始吃力了吗？那么极速飞弹的战力跟接下来对于战情整体的影响，干哥怎么评估？好，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极速炸弹。极速炸弹就是子母弹啊。那个用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观众朋友可能一听到万箭弹，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所谓子母弹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有个母弹，但它身上会有很多的小炸弹，通常用于什么？攻击机场或者重要设施。因为它如果一旦这个飞弹它脱离之后，它砸下来的时候，它就有数百颗小弹，你看起来像钢珠，但实际上的杀伤力强多了。它就攻击机场跑道啊，攻击机场跑道之后，你飞机就不能起飞了。这是一般我们认知的极速弹。但是呢，也有专门用在哪里？就是用在人员杀伤这样子的极速炸弹。这种极速炸弹呢，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吗？在1939年的时候，德芬战争啊，就是俄罗斯跟芬兰的苏芬战争里面就已经看到了，它那个炸弹叫做什么？叫做莫洛托夫面包篮，因为它那个炸弹大的跟一个面包篮一样啊，要很大的飞机才能够载它。但是当它释放出来那个小炸弹的时候，可以把整片村庄都给摧毁。所以说，其实它的杀伤力很大，但是它的穿透力不强。那主要是在用于说，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的敌军，那我们今天是要这个消灭这批敌军的时候，而不是要摧毁防御工事的时候，我们就用极速炸弹来攻击它。那伊朗现在它使用了极速炸弹来攻击特拉维夫，那特拉维夫就像这种炸弹，对于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它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为什么？因为如果人员市民他是在这个建筑物内的话，那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可是如果说你是走在马路上面的话，它这个被攻击到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像这样的极速炸弹，在国际的公约里面是不准被使用的。那在奥斯陆，也就是挪威的奥斯陆，在2008年召集全球180个国家大家来共同商议，就是说，基于人道主义，我们现在不能再用极速炸弹，也就是子母弹的攻击。可是你知道没有签约的是哪些国家吗？中国、美国、英国，还有俄罗斯，还有台湾。为什么？台湾说不行，如果解放军打过来的话，我们一定要用极速弹，因为我们是在海峡用的，不会伤及无辜跟平民。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美国当然不可能不用，因为为什么？这玩意儿是他几乎是他发明的，所以他在那个越战的时候，他不知道用极速弹杀了多少越南的无辜百姓。到了以色列手上，那真的他在那个黎巴嫩用的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哈马斯啊，我干脆投极速炸弹，全都给杀了。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医院也会中了极速弹，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极速炸弹在人道主义上面的话是就是没有办法被接受。可是他现在如果说伊朗用了这样的炸弹的话，那坦白讲一句，也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不是对着军队而来，是对着平民而来的。我认为在这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国际争议的。对。不过以色列用了，那我伊朗怎么可以不能用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是对敌人能够造成伤害的时候，我都可以用任何的武器，只要能够达到效果。美国在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准备对付苏联军队，用于他们第一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叫做诚实约翰飞弹。你知道那个弹头里面装的子炸弹，也就是小炸弹，里面不是弹头，装的是什么？你知道？装的是沙林毒气。也就是说，一旦苏军越过易北河的时候，我就丢出极速炸弹，用沙林毒气，用毒气来杀死这些入侵的苏联部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底下会采取更多极端手段，这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如果说以色列在跟美国的
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再不赶快结束的话，你会逼到狗急跳墙，让伊朗发射更多像这样子的集束炸弹的话，那死亡的是平民，而不是真正发动战争的那些原罪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人道主义，美国还是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好，现在伊朗目前是频频的用这种集束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让他的铁穹已经几乎是守不住了。那这一波攻击除了往以色列之外，包括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战火已经外溢到了这个波湾国家，包括了杜拜机场旁边的这些油槽也受到了波及。现在等于中东战争是区域全面开打，美国也保护不了这些波湾国家的安全的意思吗？委员怎么看？对，这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外界都一直评估说，伊朗因为指挥体系被歼灭，所以呢，现在陷入了这个各自为战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持续的发展，你就会发现，伊朗准备了这场战争，准备了30年了。就他所有的剧本，在这30年间，经过了反复的沙盘推演，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兵推，然后这个剧本在此时此刻终于端上台面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他可以很巧妙的用去中心化的指挥系统，让他的这个部队按照剧本来进行攻击哦。那么尽管没有中央的指挥体系，每一个部队仍然可以按照当时所做的剧本来进行这个战争的部署。那么很明显的哦，就以这个伊朗在这场战争里头，他有2个重要的目标来针对美国。第一个，他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彻底的把美国的势力推出中东。波斯湾就是美国从此的势力要离开波斯湾。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说，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灭国之战哦，他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他要求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相当要有对等的。所以呢，他现在在做的打击中东美军的基地所做的不就是这个吗？他就是告诉所有中东的国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美军的基地对你们来说就是安全保证，有美军的基地反而对你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因为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你就被打了哦。那么这场战争之后呢，你仔细看一下，美国自己在中东的基地，他自己都守不住嘞。像他在苏丹的那个王子空军基地，他整个防空体系就已经被摧毁了，美国连自己的空军人马都撤走了，就是因为那个基地没有办法了，没有防空体系了。所以呢，对美军来讲，这场战争不管打多久，一旦结束之后，美国马上要面临的是：第一，他要重建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第二，他马上要面对的是中东这些国家还要不要让他把军事基地放在那里。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伊朗是有节奏、有目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且第二件事情哦，你看到伊朗现在封锁荷姆兹海峡哦，其实伊朗并没有布雷哦，它只是选择性的封锁。它选择性封锁是什么呢？它在切断美国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要想了：我在这个时候要跟美国这个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要保住我自己的船舰，我运输不管是化学肥料或者是这个石油的船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要跟美国保持距离了。所以其实不难看得出来哦，就今天他不管是面对这个中东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哦，针对中东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哦，或者相关的一些设施来进行打击，他现在在做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就你打我银行，我就打你银行了；你炸我军事基地，我就炸你军事基地哦，大家有来有往哦。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节奏的，它不是乱打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一开始是乱打一通，但事实上当打到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有一套剧本了。不管是打击美军的这个中东的这些相关的设施，或者是选择性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把美国势力推出这个波斯湾。他要做的就是要把美国跟盟邦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吧。好，对，没错，伊朗要把美国的势力完全的推出去。那其中一个方法，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荷姆兹海峡现在是关键了，因为呢，其实美国也想要掌握荷姆兹海峡，所以最新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长的动作，已经派出了5000名的海军陆战队2栖部队哦，去夺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3座关键岛屿，说是为了夺岛。那伊朗看到了这些动作，也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革命卫队在包括了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阿布穆沙岛部署了新型导弹，呛瞎说我会直接把周边所有基地、船只、资产都是伊朗的打击目标，等于是美伊正面迎战了吗？上次哥怎么看？好，现在其实从2月28号我生日那一天开始，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礼拜，17天。那特别是大家令人惊讶的这个伊朗本身的这个反击能力，已经超过了50几波的这个攻击。
所以伊朗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导弹包括它火炮打不完，而且联动周边的这些包括胡塞、包括真主党一起在进行。所以大家其实在关切的是美国方面的接下来的军事阶段的转变是什么呢？其实全世界就在看现在会不会所谓它的 ground troop 会打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那么地面作战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非常慎重的。全世界现在所有媒体都在深度的讨论美国川普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但在此之前，大家所要看的这个新的指标，就是现在提到的美国从日本跟韩国亚洲地区抽调了5000名的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的兵力，而且都有2栖作战能力。那2栖作战能力，其实在我们观察，其实不只是这3座岛屿哦，荷姆斯海峡，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整个接下来所谓美国地面部队要真正的介入，要踏入伊朗土地的这个最前哨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真的美国决定像现在，但是美国现在无论是他们方面，包括川普放话这些东西，都有时候很虚无，你也搞不到真正会做。而且荷姆斯海峡这件事情也不是美国军力在主导这件事情，甚至我们看美军基本上还是回避去直接介入荷姆斯海峡，这使得川普这一阵子都要求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起大家来解决荷姆斯海峡能源问题。所以现在美军到底会不会这么做？还是放话本身，像现在有两艘2栖突击舰载着这个5000多名从亚洲过来的部分，你的川普，你觉得伊朗没有在瞄准这2部舰队吗？这2部舰队其实要攻这所谓3个小岛，现在是做战略上的思路，没有错。荷姆斯海峡我们都知道33公里宽，但它实际有很多暗礁，能走的水域大概就2-3公里，大家集中在这里走。也就是你现在如果要2栖突击舰，你要攻这3座岛屿，你也要在进入这个窄小的轨道。虽然没有错啦，你可以先想打火炮，但同样的，伊朗就是在这3座岛屿当中，不只是布满火炮。最近的小火炮布很久了，最近的状况，他们连导弹都放上去了，就可以打你的船舰，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打了，更不要说你的2栖突击舰。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对峙放话来讲，我们听到的部分还是要谨慎判断。也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对于川普、对于美伊战争来说，现在是掐住全世界喉咙，让美国跟川普更能声望跌落的，包括物价、通膨上涨，非常非常大的关键。但是这个突围本身没有错，美军的强大的能力硬要拿，当然拿得下来，哇！但是要付出多少代价呢？现在包括伊朗也不坐在那边给你攻下来，他们甚至说不定你的船舰靠近之前，这5000名的美军他就炸你了。所以现在这个状况的对峙，但荷姆斯海峡的接下来状况是观察美军会不会真正的川普下定决心，地面部队要攻击伊朗本土的一个指标性的观察点。